不安全感的聲音，你害怕失去的是什麼？君雅和亞倫在一起3年，感情穩定，朋友們都說他們是模範情侶。有一天，他們在餐廳吃飯，亞倫隨口說了一句：“哇，隔壁桌那女生的笑容很甜耶。”這句話一出，君雅的臉色瞬間僵住，她強忍着不發作，但心裡已經燃起一把火。飯後，她情緒爆炸，質問亞倫：“你是不是覺得他比我好看？你是不是後悔跟我在一起？”亞倫一頭霧水：“我只是隨口一說啊，你幹嘛想那麼多？”君雅哭着說：“因為你隨口的一句話，可能就代表你心裡真的這樣想。你是不是要離開我了？”這就是不安全感的典型畫面。他不需要任何巨大事件，只要一句無心的話，一個眼神，甚至一個遲到的理由，就能勾動心裡最深的恐懼。我會不會被拋下？我會不會不夠好？不安全感往往像房間裡的影子，白天看似消失了，但到了夜裡總會悄悄浮現。它可能源自過去的經驗，曾經在一段感情中被背叛過，從小缺乏父母的肯定，總被拿來和別人比較，這些痕跡會悄悄塑造一種我不值得被愛的潛在信念。於是在關係中，你會不自覺地想要抓緊，卻抓得越緊越怕失去。心理學研究指出，人在親密關係中的不安全感通常來自依附形態。焦慮型依附的人常常擔心對方不愛自己，會不斷要求確認。逃避型依附的人害怕受傷，所以刻意保持距離。安全型依附的人能放心的愛，也能安心的被愛。換句話說，不安全感不是你太小題大做，而是你內心真實的恐懼在作祟。麗玲和男友傑森交往後，最煎熬的不是約會時的甜蜜，而是每天滑 Instagram。有一天，她發現傑森點讚了一個女生的照片，那女生長得漂亮，身材火辣。麗玲馬上腦補，她是不是喜歡她？是不是嫌我不夠好？結果原本只是幾個讚，最後演變成冷讚。這就是社群媒體的放大效應，每一個小動作都能被解讀成威脅，加深不安全感。任傑和太太安琪結婚5年，感情基礎不錯，但任傑升職後開始常常加班應酬，回家時間越來越晚。安琪開始懷疑，他是不是有了別的女人？是不是嫌我只是家庭主婦？其實任傑只是單純被工作壓力壓得透不過氣，但安琪的不安全感讓他把任傑的沉默詮釋成距離，最後兩人的爭吵越來越多。在這裡，不安全感不是憑空生出，而是因為價值感的比較。安琪覺得自己在這段關係中被忽視，於是用懷疑來填補空缺。不安全感其實是一種渴望，我們往往討厭自己的不安全感，覺得它讓自己變得黏人、敏感、胡思亂想。但仔細想想，不安全感背後其實有一個深層的渴望，我希望被看見、被肯定、被選擇。當君雅因為一句話爆炸，其實是想問：你還愛我嗎？當安琪因為任傑加班而不安，其實是想問：我還在你心裡重要嗎？所以不安全感不是單純的缺點，而是一種求救訊號，只是他表達的方式常常很笨拙。問題是，當我們不懂得看見這份渴望時，就會走向控制。查情，為什麼不回訊息？限制，不准跟某些異性說話。詢問，你到底還愛不愛我？這些方式，短期內好像能穩住局面，但長期來看，會把伴侶逼得越來越遠。
就像握住一把沙子，握得越緊，流失得越快。如何看待自己的不安全感？我們無法消滅不安全感，因為它是人性的一部分。但我們能做的是：一、承認它，不安全感不是軟弱，而是提醒你內心需要愛；二、命名它，試着告訴自己，我現在不是生氣，而是害怕失去；三、轉化它，把不安全感變成對關係的渴望，而不是對伴侶的控制。佳慧常常因為男友不接電話而焦慮，腦補各種劇情，最後爆炸。後來她嘗試用另一種方式表達：當你沒回訊息的時候，我會覺得自己被忽視，心裡很不安。我知道可能是我想太多，但我需要你給我一個小回應，讓我安心。男友聽到後，沒有覺得被指責，反而更願意配合，因為佳慧把不安轉化成需求，而不是指控。這就是不安全感被翻譯之後的力量。結語：不安全感是愛的影子。不安全感不代表你不成熟，也不代表你不配擁有愛。它只是提醒你，愛對你很重要。有時候，愛情裡最需要的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自己，而是一個能夠勇敢承認脆弱的自己。因為真正的靈魂伴侶，不是沒有裂縫，而是願意在裂縫裡彼此照亮。下次，當不安全感湧上心頭時，別急着壓抑，也別急着爆炸，試着問自己，我害怕失去的到底是什麼？也許答案會帶你更靠近自己，也更靠近那個真正能接住你的人。